Hello，进来的稍微等一下，我们预计是2点钟开始啊，2点钟准时开始。我们待会儿是两点钟开始啊，两点钟开始，然后大家可以稍微等一下。大家也可以就是上午的课程有什么疑问的话，大家也可以在下午的时候也可以提出来一下，然后我也可以帮大家去解答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上午讲完的那个榻榻米衣柜的一些软件操作设计之后，啊，大家可以去提问一下也是没问题的。因为上一场的话嗯，是文老师去培训嘛，今天的话是我这对，边比较下午。诶，那你自己找到，还没开始。大家稍等一下啊，我们2点钟左右开始。
我们是2点钟准时开始啊，进来的小伙伴进来就稍微等一下，然后2点钟我们就开始我们下午场的一个线上培训。大家也可以把就是上午培训的一些有不懂或者说有疑问的地方，我们也可以交流一下，看一下大家有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在今天下午的培训之前给大家去解答一下大家的疑问，包括软件的设计啊，包括软件操作，以及一些操作的一些界面，以及我们的一些渲染啊这些内容，我们都可以讨论一下的。好，现在是1点59分，然后我们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一个培训内容，好吧？然后今天上午的话是Steven 给大家去培训的榻榻米，然后包括衣柜的一些软件操作的问题。那今天的话是下午的时间段是由我来这边给大家去讲解一下关于儿童房的一些设计规范，包括一些操作使用的一些说明。然后我是 Gary，然后也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去碰撞线上的一些培训这些情况跟内容吧。然后在做这个培训之前的话，想问一下，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大家不是用过那个设计工厂的一些操作嘛？然后我也给大家去讲过，就是导入户型图，包括那种 CAD 操作导入的一些情况。然后不知道大家在操作的时候的话，还知道怎么去通过这种户型图的形式快速导入到我们的一个CAD 里面吗？大家还知道怎么去操作吗？还是说因为我培训完之后还是有一两个我们的一个同学，然后去问我们，然后说怎么样去导入啊，怎么去操作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大家还会吗？如果会的话，大家在聊天会的话打一个一，如果不会要打个2，然后我可以给大家再快速的话，再通过软件操作给大家再演示一遍。
看一下啊，有一些会，有些不会是吧？有看到只有2个，然后是好，那我待会儿的话，我给大家大概去操作一下，然后怎么样去户型图也好，包括 CAD 导入也好，怎么去通过 CAD 的形式或者户型图形式快速导入到我们的一个K20里面去进行设计啊。这样子的话，其实也方便我们快速的话去进行我们的一个软件操作，也方便我们不用说哦又去再去量尺，或者说再去测量什么样的一个形式，直接能够找到客户给予我们的这种户型图也好，或者 CAT 的一些原始图的平面图片，然后直接能够导入进去的。好，那我先共享一下屏幕啊，大家能够看到我的屏幕吗？共享屏幕跟声音，如果可以的话，大家打个8，我看一下能不能听到声音跟图片。可以的。哦，可以是吧？好的，然后那我们给大家大概去演示一下啊，就是我们最开始前期啊，我们拿到客户的一个户型图之后啊，其实是能够看到，就是在户型图里面的话，其实有一些墙体这种尺寸，包括一些里面的一个大概布局，然后有大概的尺寸。这种形式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去通过这种步行图导流形式啊，给客户快速的话，就是放到我们的一个设计软件里面去啊。大概操作步骤的话，给大家去演示一遍啊。那刚开始的话，我们是要打开我们的一个软件啊，打开我们软件。那打开软件之后呢，我们就是进入到我们这个 K10的一个操作界面啊。进入到 K10操作界面的时候，我们左边有一个导入户型图跟导入 CAD，然后我会分别用2种形式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快速导入到我们的一个K10里面去啊，就是我们软件里面去。首先我们导入户型图的话，就是从我们的左侧，然后有个户型图，然后选择我们的户型图，然后去进行导入。那点击导入之后呢，它会弹出一个文件夹，那你可以把你放置户型图的那个界面，然后找到，比如说我们是放置在桌面上的，是吧？然后把它导入进去，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一个场景界面。那放在场景界面的时候，它会让你去适配你的户型图一些区域，那我们就可以把不需要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左侧那个不需要部分给它去掉啊，去掉。然后把你需要的部分的话去进行一个框选，然后框选出你需要的一个界面，然后点击我们的上传。点击上传之后，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叫比例尺的，那它可以快速去识别到你有尺寸的一部分的一个规格。比如说你现在它这边自动通过我们的 AI 的话，这种软件它自动识别到它右下角有个5050的一个尺寸，那它这里已经把那个对应的参数尺寸给它填进去了，因为它这种比例尺是会根据你户型图里面的一个参数尺寸。然后去通过这比例尺的形式去快速化去找到你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比例啊，然后这边的话直接就识别出来了5050，然后我们直接点智能识别。那点完智能识别之后，它就会把你的墙体这些尺寸全部给你找到了一些空间，然后在我们的一个墙面，包括这种门、窗户这些尺寸，它就直接给你识别出来了。那你直接导入进去的时候，它已经就会生成出来你对应的一个像主卧、客卧、客餐厅、厨房这些功能的一些户型的空间出来了，就可以快速的直接导入进去之后，你看，那我可以打开我们刚开始的一个户型图，跟我们最后面的一个导入之后的户型图去做对比，你看一下。
其实它的一个卧室、次卧，它基本上都给你识别出来了。然后以及像厨房这些空间，看一下，基本上你只需要去微调一下一些就可能重复到的一些这种墙面的一个面积，比如说有些删掉有部分的一些就是可能重复到的一些墙面，然后直接你就可以通过这个，然后转化成我们3D 去进行快速设计了。然后这个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什么，可以通过户型图导入之后呢，直接就变成一个每个空间直接就生成出来了。比如你客餐厅啊的一些空间面积，然后一些尺寸是吧？你可以核对一下是否是精准的，那你就可以进行什么快速的一个设计，然后通过这个户型图导入形式。然后这是第一种然后我们操作比较多的就是通过这种户型图的一个形式，然后导入到我们的一个 K20的一个软件去实行快速的一个设计，然后去进行布局，然后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话就是，哎，怎么通过导入 CAD 呢？因为上个月的时候用这个软件给它培训的时候，也大家讲过，就是导入 CAD 其实跟导入户型图操作是差不多的。那我们需要找到我们什么对应的一个户型 CAD 的一个界面，那我们随便就找一个我们现有的一些这种CAD 的一些文件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文件需要导入进去，那你不能直接就是整个这种 CAD 这么多东西全部导入到我们这个软件里面去。如果你全部导入进去之后，其实你是生成不出来的，因为软件它也识别不出来你这么多东西你需要做哪些你要去使用的是哪个户型？因为它里面的话可能有多个户型，可能 CAD 里面还有什么像立面图剖面图这些是吧？你需要把其他部分的一些你不用导入进去的那些图片，包括这种一个尺寸这些空间全部给它删掉删成大概是什么样子呢？大概是这种结构。大概是这种一个 CAD 的一个文件，就是把你里面的一些，比如说我现在只需要用到里面的这个户型的Type 1的这个户型的，那你需要把其他的旁边的一些空间全部删掉，包括里面一些布局，因为你在 CAD 识别的时候，它可能会把你一些里面布局，比如说床，然后沙发那些全部给识别进去，所以你也是需要什么，就是把这些全部删掉，只留下我们的一个墙面跟我们的一个门窗户这些尺寸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有这个尺寸之后呢，也是一样的，通过什么导入 CAD 我可以给大家再操作一遍，然后我可以重新新建一个图号新建一个场景，新建产出也是从左上角导入 CAD，然后点击上传，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 CAD 图片我们一样的保存到我们的桌面里面去保存到我们桌面，然后在桌面上是有个 CAD 的一个文件的，直接点击上传，然后找到我们的一个 CAD 这个文件然后选择打开。那么它这个时候呢，就会去识别你的一个 CAD 的一些状态我们可能要稍等大概是1分钟左右或者10来秒的时间。然后等它处理好之后，它有个点成功，然后我们左侧的话会有个应用的一个选项这个是我也昨天也去试了一下，你们直接它这边点击上传之后呢，它就会状态从处理中，然后转变成成功中，然后只要选状态是成功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点击我们中间这操作应用，然后导入进去。它就会生成这个 CAD 的一个外框，就是跟我们刚刚旁边看到的这个 CAD 你导入进去之后，它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带有外框以及每个空间的一个布局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的相应的尺寸。你导入进去之后呢，你要量一下大概的尺寸
是不是跟你的一个 CAD 是精准的啊？你也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看第一个尺寸，这个墙面的一个尺寸啊，大家可以看一下。3.05米的一个尺寸，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因为你识别完之后，它可能有些话是没有闭合，然后我们需要简单的去处理一下，比如说这个墙面没有闭合，我们可以点击我们的墙面，然后有个墙体延伸的，然后把它延伸上去，对吧？然后再删掉一个多余的一个墙面，然后包括这边也是一样的，是吧？如果是有多余的话，我们点击我们墙面去进行延伸。然后再 delete 掉多余的一个墙体，这也是一样的啊，可以快速的把这些全部进行一个闭合，然后相当于一个空间的一个闭合选项了。然后点击，然后延伸，然后同样的是吧？然后再 delete 掉其他的，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个空间，然后也做个延伸。然后你所有导入完之后，它就会把你所有空间的一个尺寸全部给贴好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刚刚我们量的这个尺寸是吧？正上方的尺寸是3.05米的尺寸。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尺寸是不是3.05米啊？3.05米，你看一下，这个就是通过 CAD 导入的话，其实它是更精准能够识别到我们的一个墙面的一个尺寸的。如果你的 CAD 图纸够精准的情况下，那你通过这个导入 CAD 的情况的话，它就可以快速识别到你的一个整个一个墙体的一个尺寸，然后可以通过这个刚刚我们说到的导入 CAD 上传形式，然后导入到我们的一个线里面去，然后你之后呢，再通过什么，就是把这些相应的一个房间类型去做调整，比如说这个是我们客餐厅，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卧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次卧，然后客卧啊，以及我们刚刚说到是吧？这里面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卫生间，是吧？然后直接把相应做个命名，根据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CAD 里面的一个呃款式，然后去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命名。然后你们也导入完 CAD 之后，你们会发现，哎，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就是多余的这种线条在这里，对吧？多余的线条在这里，那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就是有个叫画线渐强的一个选项，然后它这里有个编辑工具，然后有叫删除线条啊，我们可以点击我们删除线条，然后我们选择 Ctrl 键，然后全部把它框选出来，然后全部delete掉。这样子的话，你刚刚看到的所有这个带有线条的，就被我们通过线条删除这个选项全部给它delete掉了。然后你就可以把相应的一个，比如说刚刚说到的一些墙面面积的话，去做一个延伸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是吧？我们直接去进行延伸。那么你们就得到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门洞的一些尺寸是吧？也可以通过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下面有个单开窗的门窗的一个布局，然后把这些相应的门的快速通过这个门窗选项，然后把它选中，然后去进行操作。看一下，你就得到了跟我们 CAD 差不多布局的啊，从进门是吧？一些客餐厅，然后卧室这些相应的动线，然后通过这个去进行什么？去进行快速的设计，然后你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带有平面图，就是可以很快速的通过由 CAD 然后 CAD 这个图片，然后把多余的删掉，删减成我们只有门跟墙体跟窗户的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带有尺寸比较精准的，然后导入进去之后，其实它是非常精准的，能够识别到你的一个墙面的一个尺寸规格，就通过这个导入 CAD，然后包括刚刚说的是吧，点击上传。然后点击上传之后，你找到你的 CAD 文件，然后去进行一个上传植入。这个的话就是只适用于就是什么叫一个空间户型，比如说你有2层或者3层，那你肯定要分
2到3个去进行导入，就是说你要创建你的一个场景文件的时候，你要创建2到3个，比如说你有1楼、2楼、3楼，你要分别建有2到3个这样的一个平面，不能一起导入到用一个 CD 文件导入到你的 K20里面去。所以大家的话在通过这个操作的时候的话，也是要注意一下的啊，去注意一下，就是怎么样通过这个快速的一个识别选项，然后从我们的一个CAD 到线条了，然后变成我们就是可以软件实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界面啊，这样的一个界面。好，这个就是给大家去讲一下，怎么样通过我们的一个步行图跟 CAD 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做我们的一个导入到我们的软件里面去。然后不知道大家刚刚听的时候有没有听清楚啊？就是大概怎么操作，清不清楚？如果清楚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对话框里打个3啊，我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不懂的。然后或者说有疑问的，大家也可以去问一下啊。老师，那嗯。个强线延伸那个可以再用一次吗？刚刚没有看清楚。强线延伸是吧？墙体延伸是吧？哦，对，强体延伸。其实就是你在点进去之后，其实它有些就是墙体还没有闭合嘛，没有闭合完，你点进去之后呢，然后其实在这里的话是可以点到墙体延伸的，你直接点前2星，它就可以相应的把你的墙体的话去做一个延伸了，就是这样子，点击左键点击我们的一个墙面，然后这边有个墙体延伸的，然后它就可以进行闭合了。了解，谢谢。OK。左边那个闭合检测有没有用啊嗯，闭合检测用处不是很大，然后一般话是直接用那个墙体延伸就可以了。？OK OK，就是看到它是对斜角的话，应该就是 OK 了，是吧？对对对，只要它是有这种闭合，只要你显示它这个墙体的话已经闭合的话，它会把你的空间会做个显示啊，它会有个叫名未命名的选项。如果你这个墙体没有闭合的话，它其实是相当于是这样的一哦，个明白形式的。明白明白明白。你只有你的所有4面墙闭合完之后，它就会给你变成 A，比如说这个是我们阳台嘛，是吧？如果你这个墙面没有闭合，它就不会显示你的叫未命名这个一个位置，可以把这个对，大家在操作的时候也可以去试一下啊。如果大家有户型图也好，或者有 CAD 文件也好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去操作一下。其实这个的话是，CAD 是会比较精准的去你的墙体啊，包括你的门的一些尺寸，就是尺寸会比较精准。那户型图导入的话，其实只是一个粗略的一个尺寸，因为你也没有去过现场，可能你的户型图的话也是开发商也好，我们发展商给到我们客户的，或者是他放在网上去给客户去参考的，所以这个尺寸的话是带有一定的误差的。但是误差的话，如果它给的相对精准，可能误差的话也就是几公分，比如说你的一个墙面，可能也就差个7到8公分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混凝土啊，也是在前期设计的时候啊，可以快速的话，就是能够通过这种形式，然后拿到客户的一个平面的一个墙体，包括每个户型大概的一个尺寸，然后我们可以做前期设计。那 CD 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前期已经做好这种一个 CAD 的文件，然后你方便我们导入进去我们的一个软件里面的话去进行快速操作啊。这个的话是两种不同的形式，但是两种的话其实都是挺有效果的，就是可以方便你们在前期做设计的时候能够快速的话，就是能够获取到客户的一些信息啊，包括我们墙面一个信息了啊。然后这个讲完之后，我们就开始我们接下来另外趴的一个儿童房的一个设计一些规则啊，包括一些就是注意事项了啊。稍后的话也会给大家一些时间去练习的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哈。大家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话，也是可以同样的，我们可以互动，打在我们的聊天这个框里面的话，大家也可以互相去讨论、去交流一下啊。
然后我是给大家举例的话，就是拿了一个就比较常规的一个这种规格的一个尺寸，就比如说进门，然后有窗户，然后大概的一个尺寸的话是内墙尺寸是3.4米乘以一个3米的这样一个墙面的一个规格。那我们在做这个，不管是就是卧室跟客厅也好，其实有很大的共性，就是它可能是要获取到我们每个客户的一些需求啊，大家肯定要就是前期要获取到客户的需求，比如说这个是男孩的还是女孩的，这个 N 房是要给谁住啊？那你在做相应的设计的时候，肯定要结合它相应的一些就是不同的一个就是比如说不同年龄段也好，然后男孩女孩，然后你要给他一些比较合理的一些规划设计。一般像这种儿童房、小孩房的话，就比如说一个男孩房。啊，男孩，然后大概是13岁的一些这种小孩的这种人设情况下，那你肯定要给他一些什么？就是第一个房间作为一个就是睡眠区，你的床肯定是需要的，是吧？然后床它肯定就是有像我们正常规格的话是1.2米，然后1.5米，然后1.8米。像一般儿童房的话，我们前期如果是一个小孩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是做1.5米的一个规格的一个床。一般1.5米的话，它到成年之后的话，正常的话是使用的话是没有什么任何问题的啊。那其次的话，它会涉及到一个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个呃读书啊，小孩的话可能是要一个读书的一个区域，就是你的一个学习区啊。那你在设计的时候也是要给他去做一下结合，就是说他学习区是放在哪个位置会比较合理。然后你在前期去做规划的时候的话，也是可以去给他去考虑清楚啊，他大概是要哪个位置去读书，然后把他书桌放在哪个位置，然后待会儿我们会通过软件操作形式去给大家去讲解一下。那其次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收纳区域，那相应的一些衣柜的一些款式，今天上午的话，我们的 Steven 也是有给他去讲过，然后衣柜大概是什么样的款式啊，然后稍后我也会给他去讲一下。那除了这种衣柜独立的一个衣柜款式之外呢，它其实还有这种一个相结合的，就是衣柜跟那个书桌一个区域做结合的，包括衣柜跟床头柜做结合的一个柜子。那么我们是怎么样去使用去调用？然后在这里的话，也可以同步给大家去进行讲解一下啊。那我们就拿这个户型做一个举例，那我们前期肯定是刚刚说的是吧？考虑到不同的一个使用的一些这种情况、一些需求，那我们做相应的去结合的话，是可以在这里的话去结合设计一下啊。那我们也是一样的，在我们的一个定制选项可以找到我们的23全屋定制啊这个选项。那其实里面的话就有很多这种不同的一个规格了，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直柜单元啊，这个是比较常规的像一个低柜吊柜一些组合。然后门厅的话，主要是涉及到我们的一个进门口啊鞋柜也好，包括这种一个展示柜也好啊，是在我们的门厅里面的。那我们其实 N 房的话是选项的话，一般是在我们那个功能房跟卧房两个空间的话去进行一个切换啊，可以找到相应的一个不同的布局跟场景。那首先的话，我们可能在做这些设计的时候，可能会考虑什么？就是先要把它的一个定位给它放好。一般是这边是进门情况下的话，我们不可能把我们床头放在我们的一个进门这个位置，是吧？肯定就是需要把它的床头放在什么左侧这面墙体。那么我们可以先通过这种定位形式把它床给放进去啊。那其实我们Sapina 其实是在床体的话，它是有2个选项可以选择，一个是我们叫定制床，就是我们直接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软件啊去选择我们对应的一个床体的一个款式跟我们的一个结构，就是它这些话是可定制的。那可定制的话是意思是指，比如说我们放下去一个1.2米乘以1.9米的这个床体之后，它其实这些床的结构我们是可以调整的，比如说我们这床的款式跟颜色，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床柜身是金陵灰，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工厂现有的一些门板款式去进行一个什么叫定制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客户想要一个深颜色的一个床体，那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去进行选择，相应的床体也是一样的。
然后也可以有几十种款式可以进行选择，这个是我们叫定制床定制床就是我们软件里面直接可以去选择到的一个床体。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它其实床它有很多种的款式可以选择的，比如说我们排骨架床，其实这个就是比较常规的，它是直接是打一个就是龙骨，然后四面是做一个就是柜体是落地四个角，然后中间的话是有支撑件，然后底部的话是镂空的，就是说你床体结构的话是中空状态，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床体结构了。那除了这个床之后，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种不同的款式床可以进行选择的比如说我们叫抽屉床可以选择抽屉床，然后不同规格的抽屉床侧翻床就比如说我们倒下来这种侧翻的一个款式的这种床体啊，就是款式是非常多你可以看一下这种是侧翻的一个款式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带有储物收纳的一些这种床体的就是说带抽屉，一般话是有这种规格的，一种是排骨架我们比较常见的，还有一种话我们叫抽屉床，就是说可以做储物的，然后还有一种话是上翻床，是直接有一个气压撑，然后可以掀起来去进行使用的这个床体就是款式床话一般是定制的一个款式吧，就是可以根据我们不同的客户的一个选择，然后结合它现有的一些，比如说这种空间的一些风格，然后我们可以去给它去进行一个颜色上的一个匹配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定制床的一个选项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常规化是假设这个房间我们放1.5米乘以2米这种规格的我们假设就是放排骨架。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去进行选择然后我们的床体，然后床品的款式也是可以进行选择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常规的就有皮衣床，然后皮衣软包还有这种一个布艺这种款式的，然后颜色的话你也可以去选择一下比如说我们给它做个比较木纹色一些这种款式的这种床体结构。那我们这种叫定制床的一个框架，它就给你做出来了。然后做出来之后，你可以把相应的一些这种我们叫床品四件套给它放上去，在我们的装饰里面，然后在云模型里面，然后点击我们的装饰选项，就可以在上面搜索点床品，那里面有很多种款式的床的四件套可以给你选择，比如说我们选择一张比较常规的，我们从顶视图里面去选择进去然后把一些床品给它放上去，然后可以再相应的调节它的一个尺寸跟范围这张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成品床的一个布置就可以快速把它布置出来的。那除开我们的一个就是这种定制的一个我们叫定制床之外，其实它还有一种我们叫成品床，就是我们现有合作的 SKU 里面，就是有很多个合作品牌，然后他们提供到给我们的一些这种成品床的一个产品。那这里的话也是一样的话，可以在我们软件里面去进行操作在定制里面，然后选择配套品。然后点击我们的产品，然后在我们的产品里面选择卧房家居，然后你在这边看到的一个所有床，我们叫成品床也叫 loose furniture，就是里面床体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合作品牌，然后一个床的一个选择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个品类的还有些相应规格的1.5米跟1.8米的比如说我们选择1.5米的，然后应用到场景。那它就是这种规格的一个床品的一个产品就放出来了相应的一些规格尺寸也有1.5米，然后它的1.5米规格1.5米乘以2米的规格的话，它其实外框尺寸的话会去到1.63米，然后深度的话会去到2.25米，因为它的一个床宽是1.5米，但是它里面的一个外框的话会比较偏厚一些
这个是我们叫成品床啊，我们叫另外一种叫成品床的一个选项啊，是可以通过我们在定制，然后配套品，然后再点击产品，然后在我们床，包括我们相应的一个客餐厅的一个餐厅区域，一些餐桌椅也是在这边可以进行选择的啊。然后你可以把相应的一个床给它放进去，比如说很多种款式的，有这种真皮的啊这种产品的一个床，也有我们刚刚说的这种一个布艺的啊，然后还有这种现在比较流行的科技布这种款式的这种皮艺的啊，这种仿皮的这种床品款式啊，都是可以去进行选择的啊。一般这种成品床的话，规格的话会比较受限啊，就是1.5米，然后还有一个2米啊这两规格的。然后大家如果是要详细看我们这个成品床的话，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 K 商城啊，就是我们订单管理系统里面的一个 K 商城里面的话，其实也是能够快速的话让大家去找到我们选择啊客户想要相应的一个床品的一个款式的啊，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 K 商城里面，然后往下拉，其实这些话就是跟我们的软件上其实是呼应的啊，跟我们软件上其实它是呼应的啊，直接就是你在上面看到的选项选择，其实是跟我们这个K 商城的商城里面看到的其实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刚刚看了张床啊，奶油风的啊，这种型门的款式的啊，1.5米规格的这种床，其实在我们刚刚啊在这里边调用的这种床其实是一样的啊，是能够调用的出来，然后同时能够报价的啊，报价的话就跟我们刚刚的 K 商城看到是一样的啊，就是我们可以通过 K 商城的话，是去让客户快速的话选中他想要的一个床的款式，然后我们通过这种软件刚刚的一个操作，在我们这个店里面，然后找到我们对应的一个床品的一个款式啊，你可以输入相应的关键字，也能快速找到，比如说我们刚刚客户选中的是这款款式，那么它其实是有个商品编号的。有商品编号，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商品编号啊这部分复制下来，然后放到我们这个输入关键字里面去，它就能快速把从几十上百个我们的选项里面找到这款床的一个产品，就是刚刚看到的这款床产品，可以通过这个形式去快速找到啊。它也可以去找到其他一些款式的，比如说你刚刚说的一个客厅厅的一个餐桌椅啊，一些款式也好啊，包括你说的一些茶几啊、沙发，同样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形式啊，比如说我们点沙发，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只要他找到啊软直滑式的这种产品的啊沙发，复制它的一个编号，然后在我们这里边啊往回退，输入关键词，它一样的也能够找到我们相应的一个芝华士的这种一个产品选项啊，同样的是可以的。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就是它可以通过这个形式的话，就是分类两种了，一种是我们的一个定制床啊，它这些款式的话，就是板材的款式是跟我们的一个衣老师，柜的一请问一下，个柜身啊门板，嗯请问一下，我的那个床放进去，可是它是粉红色的块体，嗯，就是我看不到它的形体是去哪你边可以设定？你是你是说定制床还是成品床？定制床，定制床的话，你是说粉红色相间，意思是说它放上去之后，它这里是显示这种粉红色，没有这种柜体的一个对，没有，材料选择，对对对吧？对，那你可以在你调用出来之后，然后在旁边有个材料替换的选项，然后你可以把柜身材料替换成你想要的一个款式。嗯，在这里，才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它有些款式是不能够应用在我们的一个床的床体的一个颜色里面的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它这个颜色，它显示就是这种红色，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它就是这种粉红色，就刚刚跟你说到这种是一样的，因为可是它这个我是整个是没有形体出来，就是一个粉红色正方体。
粉红色正方体，因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操作的，是吧？你可能操作有误，你可以按照刚刚我这个操作形式，你再试一遍，可能它就不会出来这种形体了。你可以试一下啊。好，我再试试看。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你在选择不同的一个颜色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啊，因为它有些话是有写着3个字叫警备版，警备版就是它这些颜色的话是只能应用在我们的一个柜体的，比如说你的一个吊柜，然后背板的背面去使用的，而不能作为左右侧板、顶底板的结构去使用。所以大家在调用的时候能够看到它相应的有这种叫警备板的一些选项的话，我们就不要去选它，就是作为一个柜体的材料去使用啊。这个大家要去注意一下，就是比如说选择这警备板的，它选的就是叫不满足材料的一个使用的规范啊。那你在这里面的话，可以相应一个去做一个选择就可以了。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就是床话它的一个分类，就是它有分定制床跟我们那个成品床。那一般这种成品床的话，它的款式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局限了，就是说你只能在 K 商城找到相应的款式之后的话去进行选择，然后不能说我指定要什么样一个款式的是吧？你只能通过它这里的话颜色是不能够去做变化的，除非它里面的话是有几个颜色给你选择啊，比如说它现在这款颜色，它就只有2个颜色去进行选择，那你只能通过这个去看一下，就是哦，它是走这2个款式的一个颜色。然后实物的话，你也如果要看实物，它也这里在我们那个 K 商城里面也有个叫实拍效果。点击实拍效果的话，这个是我们工厂的话，就是在现场实拍的一些图片，就是有放在展厅，然后实拍的一些图片，你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去给顾客看一下一个实物的一个实物图是长什么样子的，一个床体的一个结构啊，比如说它的一些细节图啊，这都会显示啊。可以通过这个实拍图啊，这里有个实拍图一个选项，然后看到不同规格的一个床的做出来的一个款式大概是怎么样子的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啊快速的能看到。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床的一个床体的一个选择，是有分两类的，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叫成品床，一个是叫定制床啊，定制床是在我们的床里面去进行选择的。那这一话是我们有很大部分床话是在这边的，那可能这几年的话，可能有个比较流行的叫什么叫悬浮床，是吧？悬浮床，那选择的话是在我们23功能房里面去进行选择啊，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相应的叫我们的榻榻米这个选项，榻榻米的选项，然后你这里就能看到它相应的叫我们这两年比较流行的这种悬浮床的一个选项啊，就是可以选择1.5米啊乘2米悬浮床，包括1.8米乘2米的一个悬浮床的一个选项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悬浮床的一个选择的话，是在这边去进行调用啊。好，那我们继续啊。那放完我们这个床体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它就基本上能够规划出来，就是你的左右两面的一个墙体大概的结构是有多少尺寸的啊？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可能相应的一个衣柜啊，是吧？一些结构的话，你基本上能够想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布局的啊。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话，它在这里的话是需要放置我们的一个衣柜的嘛，对吧？那可能就是从进门的一个左手边这面墙的墙体结构开始，就是我们的一个衣柜区域了啊。放衣柜区域的话，其实除开我们正常常规的一个放置衣柜之外呢，就是这种一个正常的带门的，然后其实它还是有一些选项能够让你快速，就是比如说你要做衣柜跟那个书桌、书柜相结合的，包括衣柜跟我们的一个床头柜做结合的一个产品，那怎么去调用呢？它是在我们的23卧房里面的话，它有叫转角特殊掩门的一个选项。其实它这里面的话，就是有很多这种不同的规格的一个选择，比如说叫嵌入式书桌啊，然后还有一些叫嵌入式的这种床头柜啊一个选项。就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它要放衣柜，那衣柜的话，它肯定是要跟那个书桌或者是床头柜做一个延伸，
那其实就在我们这边是可以去进行选择的啊，转角特殊眼门里面，因为正常的一个眼门衣柜里面的话，它是没有这种一个规格的嘛，所以我们是要在这里去进行选择。那如果按照它这个布局的话，就是从它的一个进门到窗户，其实它是比较方正的一个户型。那它衣柜要放置的话，可能是在左手边这里，是吧？它的学习区域其实是要放在什么？就是它靠近窗户这里，可能采光会比较好一点。其实它的书桌啊，然后一些这种学习区可能是在这边，然后这边是一个收纳储纳区域。那我们相应的话就是可以知道它大概布局就是哎衣柜，然后床，然后学习区这样一个布局啊，就比较常见的一个布局的一个选项跟选择了。那如果我们这里如果还要放置一个床头柜的话，其实就是可以通过这个我们叫嵌入式的一个形式去进行放置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放置这个东西进去，你们就会看到它其实是做一个相应的一个衔接的，就是这边是一个柜子，然后衔接过来一体过来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床头柜啊一个选项，然后可以通过什么调节尺寸，然后把这个尺寸范围的话去进行一个缩小，因为它可能是跟我们的一个床是有一定干涉，是吧？那你衔接完这个之后呢，是吧？你可以量一下相应的一个尺寸的一些范围啊，可以从我们这边测量这里，然后就知道它大概一个宽度的一个尺寸了。然后知道它宽度尺寸的话，我们就选择我们眼门里面啊，相应去做个呼应就可以了。就我们选择一个常规的一个床啊，做个常规的。那这边是最高是2.4米，我们调用一个超高眼门。然后深度的话，你再量一下，就是跟它做一致。它这种规格其实就是显示出来就是你的一个常规的，你可以把这个稍微调大一点。然后这个尺寸你也可以相应的做一个延伸。它这种规格就是有床头柜，然后跟我们的一个衣柜做衔接的这种款式的时候啊，你在调用的时候啊，要去做哪些选择啊？就是你可以选择这种我们叫特殊的一个也门的一个形式，然后它也可以有多种形式可以选择，就是跟我们的一个书桌啊做一个结合的，然后也可以做床头柜的，然后这种款式的一个选择跟选项，包括一些这种延伸顶柜的这种一个结构啊，都是可以去进行选择的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去选择到我们相应需要的一些产品的一个选项啊，就是衣柜的一些产品结构啊。那你再相应把一些颜色啊去做个调整，那你就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衣柜了。那其中你可以看到，就是其实你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软件里面调用衣柜完去之后，其实它会比较简单，对吧？就是其实它里面可能就是一个纯是挂衣服的，那就没有什么选项让你就是说一些层板也好啊，或者是一些抽屉也好啊，其实它这个是没有的，是吧？那如果你想要丰富你的衣柜的一个款式啊，你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选择组件的一个选项，然后可以在里面的话去丰富你的衣柜的一些产品，比如说你衣柜里面想要放我们的一个抽屉啊，然后加多层板，然后都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我们叫选择组件的选项啊，比如说现在这个乖谱的乖通有点多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乖通啊给删掉。然后，如果你这边要做全部都是层板啊，然后做到层板也是没问题的啊，你就可以点击我们层板这选项，然后这里有个操作，然后你再选择军部，然后这里的话是有层板选择啊，比如说你要做1块、2块、3块、4块
层板或者5块层板，然后可以选择5，然后再生成。那么它这里就是自动的话，就是会把你5块层板全部生成出来。这也就是可以通过这个操作的话，去选择我们相应的一个层板的一个款式的。那比如说，它这里它不需要那么多的这刮符，然后它只需要一根刮一通是刮符了。好，那你可以把这些通过我们这个选择组件之后，就可以去编辑它了。如果你没有这边选择组件，那你选择出来的话是你整个柜体的一个整个衣柜的单元柜。那你要把里面的一个细节去做调整的话，就在上面的话选择组件，然后把我们相应的刚刚说的一个乖通，包括层板好是吧，去做个删除。之后呢是吧，你在这边选择组件左侧是有一些功能选择的，比如说你要做一些这种抽屉你要加到抽屉，比如说这里它有好几种可以进行选择的一些规格的，比如说你要做带锁的因为有些想要在我们的衣柜里面做成这种可以收纳一些贵重的一些首饰也好包括一些就是放一些就是你比较贵重的一些卡包一些是吧？你可以选择带锁所以它这里也有很多选择给到你这边，就是说可以选择带锁，也可以选择不带锁都是没问题的。那么一定要在我们的一个，只要你在衣柜里面是里面的一个柜体结构，要选择我们23衣柜功能键里面去进行选择。为什么？如果你选择我们这里其实也有抽屉的一个选择选项了，但是它这里的话是比较适用于就是说你客厅外面的一个就是外面的这种抽屉这种规格的去选择我们这个系统柜的，因为衣柜里面的话就是你在打开衣柜门之后才是使用抽屉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就是你选择的时候要选择这种，为什么呢？因为它这种是左右是带有封板的，就是说避免就是说，如果你选择刚刚上面这种抽屉的话，它是会跟你的左右侧板、跟你门板、跟铰链是有干涉的。但是你选择我们这种规格的话，它是可以直接有这种，到时候给你看一下它是直接带有这种我们的一个封板的，所以它可以避开我们的什么？避开我们的铰链孔，然后它是做了一个进行一个内缩的，所以它这里选择我们的一个抽屉的选项的话，是可以避开我们，就是说你打开抽屉是跟我们的门板也好，跟我们的五金铰链是没有干涉的，因为它左右的话其实加了一个5公分的一个封板的，然后它是做一个前缩。就是说整个抽屉哈，它是做一个内缩，缩了7公分进去。从侧面你应该可以看到，我把这个颜色稍微改一下，你们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有点白可能看不清楚。换一个颜色，换一个能够看得清楚的颜色。好，你看到这个颜色，你就能看到它里面其实是做了内缩的。然后点击我们参数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它这个内缩的话是可以选择的它正常话，它这里点击组件，点击这里之后，它是可以选择你想要缩多少。一般软件默认你不选择它，它就默认是前缩7公分的一个尺寸，就是你的抽屉的前面这个板件跟我们这个门板的衣柜的一个侧板中间的话是有7公分的一个间距的。然后相应的这个封板的话，它是默认的话是左右5公分的封板，基本上的话5公分的话就是能够避开你的一个铰链了就是有5公分的左右封板。那你也可以选择就是选择7公分也可以如果你要选择7公分也是没问题的，7公分封板啊。然后这个是抽屉一个选择选项如果你要做这种带锁也是可以的然后你要做带锁它也是有这种带锁的一个功能在这边给你去进行选择的还有一个就是你抽屉的数量，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你想要做4个抽屉在这里可以做一个选择的，但是你相应高度也是要做调整的比如说你选择4个抽屉之后，那它抽屉高度肯定是相应要增加的嘛，是吧？比如说你要做高度均分，然后4个抽屉600这样的一个规格的比如说你要带锁的一个位置也可以做一个选择的，比如说你要在第几个位置带锁，也是可以通过这个
编辑选项，把你这个抽屉的一个内容化去编辑清楚的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软件抽屉的一个操作。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比如说，你想要在里面去做加灯啊因为有些客户说，哎，我衣柜里面打开之后要带灯的，因为现在也是比较流行的嘛。带灯的话也是一样的啊。一般衣柜的话，我们带灯的选择是有2种，也是一样的，在我们的要点击选择组件之后，它就会弹出你的一个选项出来。那选项出来之后呢，你会看到它有一些这种带灯组件。选择带灯组件之后呢，你往下拉，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些灯具的一个选择的。它有默认2种，一种是什么叫嵌入式层板灯，那其实这种形式就是在我们这个层板的一个底部这里做一个竖条的这个灯带，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在我们的一个灯条的一个内侧是有这种一个灯带，那就会显示出来这里我们把它隐藏了，你应该能够看得到这个是我们那个灯带一个选择。那它也可以选择，就是你选择完之后，它可以选择相应一个距离比如说你灯条它现在默认的话是距后面是100的，如果你要做一下延伸的话，你可以选择就比如说你要做距前改成，你也可以做一个调整，就比如说在调用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它相应的一个位置距离前面的一个距离，比如说你要做200它就会调节成我们距前200的一个灯带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里面带灯的一些规格。那还有一种是什么？是在我们的一个左右侧板里面带灯，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是吧？大家在用起来会用比较多的，你可以选择我们叫什么插拔式斜发光侧板灯选择这里一样的对，这里有，然后也可以选择距前距后的一个规格，一般的话是你想要在靠里面一点还是靠外面一点都是没问题的，比如靠居中也是可以的，比如说你距离300生成，那它这个位置就是从上到下的话是带有这种一个灯条的是可以在上面进行选择的是我们的一个另外一种选项，就是左右侧板加灯带的。那还有一些就是其他选项了，是吧？就是你们可以根据你们不同客户需求，然后去进行一个选择比如说要做一些这种加层板也好加这种玻璃层板发光的也好大家都可以选择。但是这2种会比较常见一些，就是层板加灯跟我们的一个侧板的加灯灯带。那你选择这个之后呢，你还要相应的一个配置什么它的一些开关跟它的变压器因为它这个灯的话是需要适配变压器的。一般的话，我们会用2种款式会比较多一些一种是叫无线门控的一个开关一种叫触摸式开关触摸式开关就是你通过这种手动触摸形式去开合你的一个这种灯的这是一种形式，是说你可以通过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正常灯的一个开关了，它只是无线的还有一种话，我们是叫一个无线门控的，就是你门打开之后，它会自动亮起；门关闭之后，它就会自动闭合的这种形式的你要选择相应的一个配件，比如说你要选择门控的你可以把这东西放上去，它后面就会软件里面会给你报价的。好，相应的话，它的一个变压器也是需要的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会选择一个这种款式的一个变压器，我们叫蓝牙专用款的。就是如果你要选择这种无线蓝牙的这种变压器配置一个进去，那它之后就会去进行一个软件的一个报价了。那一般情况下的话，一个变压器的话是可以控制六盏灯六盏灯一直是指，比如说我们现在这边的话是属于1、2，然后如果你上面的话是3然后如果你旁边又有2个话，你就要，它就是可以默认化，就是你用1个变压器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有很多个，超过了6个灯条的话，那你就要配多2个。比如说你是超过了6根，是8根或者10根，你就要配2个这种变压器这个大家要去注意一下。
就是在我们去做设计的时候啊，你去调用的时候，去选择时候要去注意的一个选项的啊。比如说你在这个层板里面所有都要加灯带，就是可以通过什么，就是一个个层板里面加灯啊。我说就是说点击进入层板，然后点击这里，然后一个点一下，它就会直接就自动生成出来了。看，你们就可以看到它里面是加有灯带的。啊，这个是我们选择灯带的一个选项啊，包括一些其他一些适配件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在衣柜里面要配置相应的一个其他的一个选项啊，一些多功能的一些配件也是可以在上面去进行选择的，比如说有些要这种升降的一个挂衣架啊，多功能的一个旋转这种产品，以及这种我们叫 C 库抽的功能键。都是可以在我们这里去进行一个选择跟调用的啊，包括一些这种我们叫多功能的一个储物的这种一个配件啊，进行选项啊，大家可以去使用的话，可以去看得到相应的一个产品的一些选项跟配置啊。这个就是我们在选择衣柜的时候的一些对应的一个功能了，大家在前期的时候也是可以注意一下啊，就是一些产品上选择的时候一些对应的一些规范。那其实你刚刚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衣柜外围调用出来之后，其实它在侧边的话会自带一个收口了，就是它相当于直接摸了你这个柜子，它是旁边的话直接会加多一个5公分的一个收口，在我们的一个右侧里面啊，它现在是默认的话是4公分啊，就是一个收口条，因为你门把打开之后跟墙面之间一定要预留我们叫安装的预留尺寸，就是你打开门板之后不会跟你旁边的墙体去进行一个什么干涉啊，所以这边封板是很有必要去预留的啊，不可能说我直接一个柜子直接贴墙，因为你不能保证你墙面是直的嘛，是吧？完全是直角的，对这个话是大家是需要去注意一下的啊。然后你调用出来这个衣柜讲完之后呢，是吧？你看下布局，其实它在侧边的话是还可以放一个比较小的一个书桌啊，是吧？然后也是一样的，在我们的定制选项里面啊，在我们的定制选项里面啊，你可以找到相应的一个产品啊，也是在二三功能房里面的单元柜里面去找到我们的相应的一个产品系列啊，比如说你要选一个书桌啊，点击书桌之后，它就会出来之后相应的一个书桌的一个款式啊，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定制的一个款式的一个书桌的一个选择跟选项了啊，要结合它现有这种规格尺寸啊，然后结合这些规格，然后我们去做一个搭配啊，就是要放多大的书桌比较合适，是吧？如果位置比较小，我们就放小点的，是吧？如果尺寸会比较偏大一点，我们可以相应的话去做大它的一个书桌的一个规格啊。比如说它现在这边只有80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放比较简单的这种叫恶劣的一个悬挂式的这种一个书桌，这样子的话就是好处是什么？就是它不会下面直接有个叫支撑5金件，它直接是像跟吊柜一样啊，做一个悬挂式的这么一个产品，然后放在我们的书桌下面。这样子的话，就是如果你空间太小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这种一个规格的，然后你可以去做一下相应的搭配。比如说你现在吊完一个书桌之后啊，你可以做一些吊柜去做一个点缀啊，都是没问题的啊。吊完这书之后，你可以做一些吊柜，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话，比如说带有这种一个钢架的啊，还有这种一个如果是要做书房情况下，它可以选择这种一个多功能的这种啊，就是2人座啊，在里面都是没问题的这种一个书桌啊，款式是比较多啊，大家可以根据需求的话去进行一个选择啊。那做完这个之后，你没看到就是它上面是有一个这种其他选项啊，这种空出来，你可以做点这种收纳的这种一个吊柜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比如说做点这种收纳的这种吊柜组合啊，尺寸给它选择差不多就可以了。可以选择这种比较常规的啊，2层的，做点简单的一个这种储纳的
我跟它对齐啊。也可以做成这种一个简单的一个收纳的一个吊柜。那这种话就是会比较常规一点，就是一些尺寸比较小的。但是如果它是规格会比较偏大一些，或者说尺寸比较偏大一点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多功能的这种书桌规格也是没问题的。比如说这种带圆弧的，是吧？带有这种一个抽屉，侧边是抽屉的这种规格的，以及其他这些款式的，是吧？款式其实挺多的，然后也可以去做一个搭配，然后包括书柜也是一样的，如果它的位置足够放一些书柜特别是有一些飘窗，可能要做一些飘窗柜的时候，那可以通过这种一个书柜选项找到我们相应的一个书柜产品，因为有些话它是可以放在飘窗上面的一些规格的包括一些这种一个多功能一些层板的啊。然后我看这个就基本上把我们这个床储纳一些收纳全部给调用出来了，是吧？然后你就可以进一步什么，就是下一步就可以把一些相应的一些这种刚刚说的床品，是吧？把这些床品全部给它加进去然后你之后就可以去进行什么，就是出图跟渲染出图跟渲染，因为我刚刚说的就是只要你在软件里面调用出来这个成品也好，包括定制也好，然后你后面报价出来之后，它其实相应的一个产品跟价格其实也会相应的全部报出来了，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刚刚我们报道里面有什么，就是我们里面有这些产品规格，包括你刚刚说到的这种配件，比如说我们床它的规格在上面已经就有显示出来了，就我们的成品床，然后什么规格的、什么颜色的什么系列的然后相应尺寸的，大家都就有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我们装饰里面去选择我们床的一些规格，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在装饰里面直接选择床，它这里有很多种款式可以选择你看，比如说床的一个选项，但是你在这里选项调出来的产品它是不能报价的，就是你在装饰里面选择出来的这些产品，比如说你选择这些沙发床这些规格，它后期是不能报价的这种选择成品床，是吧？虽然产品也有，那这些也能够调出来，但这些话是属于模型的一个板块，不属于定制类的一个产品，所以它是不能报价出来的。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里面只属于是什么？去调用一些我们那些这种软装的装饰品类的，比如说我刚刚说床品还有一些就是挂画这些你也可以选择一些挂画在上面小孩子挂画都是没问题的，就是这边去进行选择，包括铺地毯你可以直接搜地毯铺下那个地毯这些属于软装饰包括在这里的话选择相应的一个窗帘选项选择相应的窗帘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的规格，或者在这边的话去找我们的一个窗帘产品也是可以的，所以可以选择东西会比较多一些，就是你属于软装饰这一块的一个产品选择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些儿童房的一些选项的一些内容。那我们售后也会给大家一些案例、一些分析，然后也可以去参考一下然后看一下，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案例，我们去看一下这种产品这个是我们一些小程序的一个选项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我们有些小程序里面的话，其实它也有一些这种案例的一些选择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一些不同的一些户型的一些
设计它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个设计的一些规范的。大概一些这种产品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户型的一个展示啊，一个标准的一个3房啊，2厅一个客厅，然后一个餐厅的就这样一个布置的，然后它的一个客餐厅的一个设计啊，包括它一些主卧以及鹅笼房。它这个鹅笼房的话，就是我们今天上午基本有说的是吧？它是结合它的一个现有尺寸，因为有些鹅绒房的户型是偏小的，那偏小情况下的话，你又要结合它的一些储物收纳的一些规格，那你在设计时候肯定是要有所取舍啊，你就不能放刚刚说的是我们设计里面的放成品床啊，放1.5米这么大的，你只能做这种榻榻米的形式，然后衣柜跟榻榻米做一个结合的一个产品才可以。那它这个设计就是在我们的一个衣柜里面，它是做了一个榻榻米，它是有个飘窗，它飘窗法跟它的榻榻米是做一个结合的，然后它是做了一个衣柜，然后书柜组合这种书柜组合以及我们的一个储物柜，然后在对面还有个储物柜，它是做这样的一个规格的，所以有不同的一个户型，它是有不同的一个设计的，特别是要考虑如果客户的一个需求是他想要把那个小孩房的一个尺寸，然后收纳最大化利用，那肯定是要做这种榻榻米的形式，而不是做这种成品床，因为成品床的话，它可能基本上下面就没有什么储物的一个空间给到你们这边。那你在前期设计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个设计的一些要求跟规范，包括客户对于它的空间的一些想法，是吧？那做榻榻米的话又有弊端，就是榻榻米它在下方去拿取东西的时候，其实有些不是很方便的，因为你做榻榻米，你可能是要前面的话是做一些这种抽屉，对吧？然后里面的话可能会做一些上翻的。你可能需要做一些这种床垫可能要薄一点，然后方便就是床垫掀起来，然后去拿取里面的东西，然后这个也是有不同的一个考虑在里面的啊。然后这是其中一个啊，是做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榻榻米的一个户型方案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一个案例的啊。这个也是其中另外一个案例的一个选择啊，就是它额房会偏大一些，因为它里面的话就是整个户型房间会偏大，所以它在这个设计里面的话的一些客餐厅也好啊，包括主卧也好，它的整体空间会偏大一些，所以在设计的时候也是可以考量一下不同的一个设计的一些选择跟规范啊，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威格的是吧？它就可以做比较大的一个书桌啊、书柜结合的一个产品，然后以及我们的床啊，它可以放比较规整的这种一个成品床在里面啊，这种比较偏男孩房一点的这种一个床，然后转角的一个衣柜啊，因为它空间够大的话，可以做一些转角衣柜，然后在整个设计里面的话去做这样的一个搭配，然后所以是要根据，不是说每个设计其实它有些在对于尺寸啊，包括一些户型啊，话一些要求是吧？你可以做很多这种一个考虑一下，这是其中一个户型的啊。那我们也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款，看一个，这个是在我们的一个小程序里面，其实都是能够找得到的一些不同款式啊。看一下，这个是另外一个户型的啊。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客餐厅的，大家看一下这种客餐厅的一些设，然后往下拉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房间的，看一下，看这种就是童趣会偏高一些的这种鹅楼房的话，也是可以做不同的一个搭配的啊。你可以看一下，这是另外一种，也是户型比较紧凑的时候，是吧？它是做一些这种紧凑型的一些设计产品，就是在设计里面，它可能就是户型小，可能没有考虑书桌，一些学区域它就是一些衣柜啊、床头柜跟床的一些相结合的一些设计。
好，我们这个户型的话，基本上就讲完了。然后话，看一下大家的话，对刚刚我说到的前面一些内容的话，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做一个答疑的一个环节，然后看一下刚刚我讲到一些，比如说衣柜里面一些使用一些小配件呐、是吧？一些这种操作配件呐、大家有什么不清楚的，或者说有什么不同的，然后我们可以开麦也可以，或者打在我们的聊天对话框里面，然后我们互相交流一下。因为现在也是3点11分，我们刚刚也讲了1个多小时了的时间了。大家现在声音跟屏幕都没有问题吧？都能听到吧？听到大家打个5看一下。我担老师，我心大家，想嗯，我想你说，问问题，请教一下你说，刚刚讲的那个灯的部分，它的变压器是我们在下单的时候要自己选的吗？还是对，我们要自己选？对，是啊，要给它那配好，然后因为这是要收费的，属于，然后配好就是贴在柜子内这样子吗？还是对对，它一般会放在顶部，一般这种它会放在在最终装的时候啊，都会放在顶部，对了解？那对，那请问它那个侧板的灯光啊，它那个是可嗯以只选择一条吗？还是说能这么删嗯。除？什么意思啊？就就是它现是你在打灯是两侧，那有没有那种嗯单边打灯的？单边打灯是吧？可以啊，嗯，对，没问题啊。你要一边打灯也是可以的，那看到没有？这里可以选的，哦，了解，好，就是你可以选择左侧带灯，你右边也可以选择不用带灯，它就选无，看到没有？就没了，就左侧有灯，哦右边没有。如果你要右侧有，左边无也可以，你看就是它就没了。它这里是可以选择好的，就是选择组件里面。，OK，好，了解，谢谢。反正它有不同的一些选择，就是它的一些灯的一个亮度啊，包括一些这种一般都是默认的，但是你开关方式它可以选择，比如说你要开关是要用无线触摸式的这种开关，还是要做这种门打开之后的一个开关，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去进行选择啊。到时我们的工厂就知道，哎，你大概是要什么款式，都可以搭配上去，然后送到现场的话会进行组装。这样子就方便你们去后面的一个安装的一个操作了。那灯条的形式也是在旁边这个参数选吗？嗯，你是指什么形式？灯的那个款式，灯的款式挖花是默认的，哦，默认的。对对，它没有太多给你选择，它只是说你选择的话，它是选择你是要左边，刚刚说左边带灯还是右边带灯，还是说拒前拒后，它的功率一般什么它都给你去确定的这个。好，OK，谢谢。嗯，看一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啊？那个，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那你说，灯条的部分，我如果配置好之后，那嗯。我可以选择是从哪一个？因为我们会配置开关器，那可能是由哪一个开关器，或是哪一条主线去做连接，或是在施工图的时候是可以显示的吗？我重复一下，就你刚刚意思是说，你的开关是要控制哪几盏灯是吧？然是，后你是说，一般是这样子的，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正常情况下的话，它一个灯它需要配变压器的，对对，一个变压器的话可以控制6盏灯，没有看到它就有6个接口，就是可以同时控制6盏不同的灯，就是像这种灯条。那如果对你刚刚说的，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柜子，我要用一个开关，好，然后你旁边这个其实也是有那个叫灯带灯条嘛，你也要控制对，灯光，那你又要配多一个开关上去给它，嗯，然后它就可以就是不同控制了。但是如果你这个衣柜，假设这个衣柜，我就默认现在就是一个变压器控制6盏灯嘛，你控制好嘛，然后加一个开关，然后那它就是默认就是说这个开关的话只要控制所有了。
是的。那假如我今天设定的不是像这种触控开关，它是属于是用手动式的，像我们一般的那个在墙壁壁面的那种开关面板。那嗯。我去设定这个的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它要怎么去做这一个配置，在施工图的时候是可以显现出来的。如果你是假设你是那种常规的，就是比如说跟我们正常在墙壁上开关我们的灯的这些规格的，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也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留了一个灯的灯条，我们可以在这边大概布置一下，比如说你这边留了一个开关在这边是吧？对然后你后期要控制你这些灯光，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变压器要连到你这个开关里面去。对然后你就能够控制，你要哪个亮哪个不亮，其实就是通过这个变压器去调节啊，相当于我们叫串联吧，串联到对，我们对应的一个就是开关的一个插座里面去啊，它是可以也是通过这种变压器进行一个调整的，一样的道理。嗯嗯嗯，好的，对，反正这个是电工是懂的了，就是我们把这个配件给到他之后，但是你这种话是要提前预买的，就是如果你嗯，在装修之前到了一个水电环节，你要提前预买好我们相应是，的一个线位，然后之后你才能开关才能使用的。嗯嗯嗯。对，如果你做好之后，它就是做好之后就没有了。对，我知道你在水电的时候哦，先做买一些，那只是说想说这部分如果已经先想好怎么去做连接的时候，那嗯。因为我知道后置有一个施工图，想说它施工图的部分是会显现出来的嘛？你可以把它就是留出来那个线位，就是线位留出来，到时你在最终，因为你做衣柜是最后面再做嘛，你的硬装全部做完之后，墙面刷漆、地面铺装全部做好之后，你再做柜子的嘛。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你要提前把这个线头给预留出来，然后之后的话，它在安装的时候接线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灯条装好，变压器装好之后，你再跟你的开关那条线做个连接就可以了。嗯，OK OK，这部分我知道，谢谢你，OK 谢谢。OK OK OK。然后刚刚有个说到，就是说可以衣柜加抽屉部分嘛，然后会和柜门有冲突。OK，我在操作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刚刚说的加抽屉嘛。现在我们加抽屉操作的话，是在我们的上面选择组件，然后刚刚说的，如果你是衣柜里面的话，你就不能在这里选择抽屉，因为你这选抽屉是跟你的柜门是有干涉的，不能在23系统功能键里面选抽屉，要在23衣柜功能键里面选择抽屉。这里选择完抽屉之后，你选择对应的规格啊，一般就是常见的话就是我们叫三节导轨，就是轮轨，然后抽屉是18抽的，就是跟我们的柜体的厚度是一样的。我们有18的，我们有12的。一般话，你两种规格都是可以的啊，就是选18好，选择12也是没问题的。然后我们就选择18，然后点击我们这个衣柜想要放置衣柜的位置，抽屉，然后这样子它就生成好了。然后你再把相应的颜色给改一下就可以了。就是比如说它现在这个颜色是吧，是属于我们叫浅绿灰幕，然后你就再把这个颜色改成浅绿灰幕的就可以了。看浅绿灰幕，然后门板你可以改一下是吧？刚刚那个门板的话是属于珐琅白的，可以看改一下，这样就可以了。然后，那你这样子的话，就是跟我们的一个柜门的话，衣柜门是没有干涉的啊。你再把它高级选项里面选择关闭所有，这样子就没有干涉了啊。啊，打开之后弄出来了，然后选择组件，再点击它，然后就没有干涉了，这样子的。OK，清楚就没问题了。好，那我们是刚刚也讲了有1个多小时嘛，然后看一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不懂的地方啊？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然老师，后请问一下，你那个说。灯条的变压器只能外露形式吗？还是我们可以藏在比如说上面的封板内？
可以然后藏在封板里面，最终装的时候它是可以放在封板里面都是没问题的，是可以的。哦，所以其实可以我们最后再选择位置，对不对？对对对对，这个位置是最终安装的时候，我只是刚放的时候先放在这里，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任何地方都没问题，你也可以把它放在最终放在你的顶部，在封板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的，是 OK 的。哦，理解，好，对，比如说你要放在这里是吧，也是可以的啊，这是没问题。好，因为这个话只是一个摆放位置，就是后面你安装完之后是吧？所有东西安完之后，你要放在哪个位置的话，可以根据如果你要捡着方便，一般就放在这个顶柜上面，侧面也是没问题的。如果你不想看到，你可以放在我们的一个衣柜的顶板的封板里面，也是 OK 的。了解，就是最主要是要让它可以计算，还有一个变压器这样。对对对对对，不然没有好，变压器的话，你的灯就用不了了。所以这个是配件来的，然后在收费的时候也是要收取客户的一些费用的，不然就会少收这部分的一个钱嘛，对啊。所以在加灯的时候要记得要加变压器，要加那个感应的一些这种配件，像门控的，还是要这种无线手控的这样子。谢谢老师。好。行，那其他没问题的话，我们大家有电脑的话，大家可以去操作一下，我们可以给到大家一个户型，然后去大概操作一下一些可能更有助于大家去快速的话去掌握我们的这个软件的一个操作啊。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大概一个户型图啊，然后大家可以去操作一下。你随便可以找一个这种比较常规的，然后带有尺寸的，给大家去看一下。稍等一下，然后我们可以拿尺寸稍微可以偏大一点点。OK，我们要不拿这个吧？然后我们空间的话是用这个3.13米的一个长度，然后2.85米的一个宽度这样一个规格，大家可以结合这个去做一下我们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布置跟设计，然后我可以放到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尺寸。大概也可以现场操作一下啊，然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的话，你也可以现场提问，包括你们在做的时候，你们可以去问一下有什么问题啊，要怎么操作啊什么的，是吧？都是没问题的，好吧？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操作一下，然后我们大概是在5点，现在是3:24，然后我们做到大概是3:50，哇，给他半个多小时55分，然后半个多小时时间，然后去操作一下，就是这个不行的，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额度房的一个设计来做。然后需求的话就是一个男孩15岁，然后上高中，然后需要一个储纳的一个空间是衣柜，然后还有一个话是需要学习区域，然后书桌书柜相结合的，然后床的话大家可以看着放成品放定制都是没问题的，好吧？大家可以去操作一下，就是这个户型尺寸，然后这边是进门，然后我们只做这部分的，然后衣帽间可以不用理它，我们只做这部分，然后这边是进门，然后这边是飘窗的规格，然后长度是3.13米，然后宽度是2.8米的一个规格的。让我看一下能不能放到这里啊。大家都有带电脑吧？大家现在是手上是有带电脑的吗？有的话，大家在这个框里面扣个6，好吧？
哦，都有带电脑是吧？大家可以先试一下了，好吧？就是刚刚我这个不行的，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去提问，然后我们给大家30分钟时间去操作一下。然后大家在做的环节的话有什么问题，刚刚我讲到的这些问题，我也可以去提问，也是没问题的。大家可以去现场操作一下啊。我看到都有好多个同事都带电脑大家可以去操作一下。风格选定的话，大家可以去选定一下，就是风格的话是那种偏奶油风一些这种一个款式啊，偏奶油风的一个款式。老师，飘窗是包含的是吧对，包含在里面，包含在里面。？OK OK，谢谢。大家可以先做，后面有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先打在那个聊天对话框里面啊。我去喝点水。
大家做的怎么样啊？布置应该比较好布置吧？大家看一下，就是整个布置的话，其实，嗯，包括床啊，然后书桌、衣柜这种组合，其实布置还是比较好布置的。主要看一下大家是怎么结合这个飘窗去进行定制的。因为如果假设它这个位置啊，就是不像它这个户型里面，它是有个这种多出来一节，或者是作为一个衣柜去做使用的情况下，然后单纯的是2.85米跟3.13米的这个尺寸，如果是要做刚刚说的一个衣柜，然后书桌、床这种相结合的话，其实一定是要会利用到这个飘窗的啊，这飘窗可能会利用上的，可能就是会把书桌搭在它的这个飘窗上面去进行使用这样子的话才能最大化利用到它的这个空间的。所以大家再去做布置也好，包括做搭配的时候好，要去注意一下，就是整个去搭配的时候要去进行一个选择跟挑选啊。老师，请问一下，那个3D 可以建场景吗？什么意思啊？就是可以建，比如说我想要到床头背墙，然后它可能有一个场景可以让我直接切换，这样有这个功能键吗？哦，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这个场景布置的时候，我要布置这个角度是吧？你想要说去做一个就是定位是吧？比如说我要这个定位的一个角度，这样子是吧？对对对对，它这里的话是有个叫相机视角，如果你是要去打不同的一个灯光的话，你可以通过这个去添加不同的一个视角，然后添加不同视角，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你后面去生成的时候，比如说你现在我保存了几个角度是吧？然后你现在一点击它这个视角，它就会弹出这个角度出来了。哦，好，谢谢老师。对对，就在这里是可以选择，比如说你要视角一，然后视角二、视角三，其实这个是适用于你全屋空间的一个搭配的。就比如说你是想要，你可能就是除了一个房间之外，你还有其他房间是吧？如果你对，需要去每个场景，你需要去调用，你可能软件不太熟的情况下的话，你可能去选的时候会比较麻烦，是吧？那你可以通过保存视角形式，你可以把你的客餐厅、卧室，然后通过把那角度打好，是吧？打好之后，然后保存起来，然后你就知道我大概是哪几个空间是吧？然后哪几个角度，然后什么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的，你就可以直接再通过这里去显示出来了。有带电脑的话，现在是做的怎么样？现在是3点50分了，大家做的怎么样了？有布置的差不多了吗？
如果有布置都差不多的话，大家可以首先的话是先共享一下，能那个给我们看一下你大概布置成什么样子的，是吧？我们也可以通过你的共享去看一下你布置的是否准确啊，包括布局啊合不合理啊这样子。因为刚刚给大家的话是差不多是30分钟时间去做这样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布置的啊。有布置的差不多了吗？哎，没事儿。没事啊，大家如果还没做好的话，大家可以就是稍后的话把它完成好，是吧？然后发到各自区域的一个我们有那种 WeChat 群嘛，然后大家也可以发在群里面，然后话让我们知道一下你去做了或者做到哪个程度了，然后再通过渲染图片，然后让我们知道一下啊。然后我们如果刚刚布置的差不多的话，那我们就继续，然后讲另外一个部分的啊，就是因为刚刚说到一个床，其实它除了有分我们常规的这种成品床、定制床之外呢，对吧？其实它还有一种叫上下床的一个结构，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结构里面的话是空间上，包括我们的一个产品上做多不多，就是有没有这种上床的一个选择跟选项。其实这种也是在我们的后期，包括我们的一个遇到客户的一个在我们的一个客户选项的话，其实有更多的一个选择咯，就是在前期我们给到客户的一个选择上，比如说客户有几个小孩是吧，想要做这种上下床，其实也是会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个选择。那在上下床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其实在选择上也是在我们的23全屋里面，然后找到我们的功能房的一个单元，然后也是能够在这里有个上下床的一个选择选项，然后这里的话就有很多这种我们上下床的一个选择了。那这里的话就是有两种一个形式啊，一种就是你上面下面都是睡人的啊，这种床体啊，我们叫上床，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一些可能学习区啊，下面就是可以放个书桌，然后有个楼梯爬上去，你上面睡觉，下面是书桌这种一个结构，也是会比较常见一些的，特别是一些户型比较小的，就是又要想要多功能储纳，包括这种一个休息区域、学习区都是需要包含进去的。然后可以这种版式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其次的话，像要做一些这种我们比较常见的这种一个上下组合结构的形式也是可以的啊，就是你下面睡人，上面也是睡觉的这种2张床的这种一个规格的。包括像一些这种带楼梯爬梯的，有些可能是要从我们这边爬梯上去的这种规格的时候的话，我们在选择上的话也是可以选择这种叫楼梯柜啊这种产品的一个选择，就是旁边就是下柜上柜，然后旁边加个楼梯柜这种一个选择的。然后楼梯柜的话是可以充分考虑到我们的一个储物跟收纳的一个选择，就是在做儿童房的时候，是会考虑到很多，就是一些选择，比如说一些爬梯啊，一些这种前面的一个导员的一个选择跟选项。然后你也看到，就是在我们的一个其他的一个位置啊，就是模型就有很多种，就是根据不同的户型，根据客户不同的一些需求，然后可以做很多这种不同的一个搭配跟组合的。比如说它这种的话就叫错位床，错位床的话就是在我们原有的床的基础上的话，它是也错开了一节，然后它旁边的话可以做一个额外的一个储物跟收纳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结构。
啊，你可以看一下，调着给你看一下这种柜体结构。这种结构的话，就是多功能的形式啊，就是你在床睡的同时，然后在侧边你打开之后，还是有多的这种一个非常小型的这种一个衣柜的形式，给了我们的话去进行使用的啊。包括下面的话也可以做一些带抽屉的，然后相应的爬梯，然后这样的一个选择跟操作啊。这是另外一种，然后还有一种话就是非常常规的这种一个选择了，就是我们从侧边啊有个扶梯爬上去，然后上下两个这种不同的一个尺寸的一个床。同样的话，在这边在选择上的话，你们可以选择相应的我们的一些柜身颜色啊，包括你在这里，如果有客户想要说啊，我要做一些这种材料不一样的一个选择的话，我们在侧边的一个选择里面的话，也可以去调用我们不同的这种材料去进行一个搭配。像我们的一个多层板plywood 的一个产品，这个颜色啊，一些花色。对于刚刚说到的一个材料，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其实我们是有几类的一个产品一个选择的啊，一种叫 GDF 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目前的话是在中国国内啊用的比较多的，然后你们其实也是会在用的，就是甲醛的一个这种等级标准最高的啊这种我们叫 ENF 级的一个产品，叫 GDF 的一个产品啊，这个款式的话也是会是选择最多的。另外一种话，我们是叫多层板的一个款式，我们叫 SWM 啊。刚刚的话，前面看的话是 GDF，然后 SWM 的话是实木多层板，然后我们也叫 plywood 啊，我们叫多层板的一个选择。然后款式的话也会比较多的，就是颜色上可能没有我们的 GDF 那么多啊。然后其次的话是我们的叫柜身板，我们的 SKL，这个相对一个价格来说的话，是我们的柜身板啊，这个价格的话是比较便宜的，就是相对就是说客户对性价比比较要求比较高，那我们在选择我们材料的时候，我们可以对应选择我们的一个 SKL 的柜身板的一个板材，然后常规的话一般是选择无旋板了，然后如果客户有特殊的板材需求的话，会选择多层板。柜身板跟无旋板它的基材都是我们叫MFC 的一个材料啊，MFC 的一个材料就是颗粒板，我们叫啊实木颗粒板的一个基材啊，只是说甲醛排放的一个等级的话，像柜身板的话它是10级的，那无旋板的话是 ENF 级的，这个在选择上的时候也要去注意一下啊。那么再去选择这个鹅绒房的上下床的时候，你们也会发现，就是它其实它还有一块单独的一种叫上床是有块这种一个护板，那护板它其实款式颜色的话，就是也是可以相应的去进行选择的啊，就是你在选择鹅绒房的时候是吧？它有些就是我们的一个我们叫床板啊，其实这个我们叫一个靠板的一个产品款式啊。然后也可以相应的做一些选择，但是可能颜色的话没有那么多的一个选择选项了啊，就是一些这种叫颜色这样的一个搭配跟选择，到时候你可以根据你柜身的一个材料颜色，然后去进行你整体的一个搭配啊，整体的搭配。然后包括像一些这种除开我们刚刚说的常规的上下床的一个产品结构之外呢，是吧？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个鹅绒房，它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板件啊，包括我们最近新出来一些这种储物的一些柜子，然后也可以在里面的话去进行一个搭配的。那我们像我们之前的话出到一个我们叫童趣木屋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产品。它是做一个相当于木屋的这样的一个框架，然后下面是放床的这样一个产品结构啊。如果你们想要做一些特殊点的，然后跟常规的这种产品不同的一些设计的时候啊，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功能房，然后鹅的房这里找到我们对应的不同规格的这种产品不同产品，然后去进行一个搭配啊。就是说，比如说它现在这个同一木屋，然后前面的话是放张我们的一个成品床我们可以在这边找到我们相应的一个床品，相应的床品的一个
系列啊，可以有一些这种成品的一个床，可以去进行选择。如果是像这些鹅绒房的话，其实可以放一些比较颜色啊，比如说是女孩房的话，可以选择偏粉一些的啊，男孩的话可以偏蓝色一点的这种不同的一个色系啊，去进行一个搭配啊，比如说我们的床体、床框结构这样的一个形式，它可能有1米5啊、1米2这些不同的一个选择给到我们这边啊，去进行一个配置上的一个挑选啊。然后这个就是刚刚说到一些我们的配套产品的一个选项上。那除开这个，我们在软件能够快速的一个选择找到我们产品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我们叫 K 魔方啊，就是能够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有经验的设计师给到我们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这种产品上的搭配跟选择啊，一些这种设计好的一些款式，然后我们也能够通过这个快速去应用到我们的一个设计里面的啊，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我们叫定制，然后里面有个叫 K 魔方的一个选项啊，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儿童房的衣柜啊，包括一些这种组合柜的一个选择选项的一些设计啊。比如说，我们先看一下，举例一下，就是哎，比如说我们这种是吧？它有这种上下床错层的这种一个设计的一些形式啊，然后搭配相应的一个花色款式，然后还有一些右边还有一些参考的尺寸跟相应的一个价格报价，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话去直接去进行一个应用到我们的整个场景里面去。那整个就是可以直接应用到我们的整个场景里面去，然后通过这个去快速是什么？就是实现我们的一个设计的上的一个搭配啊，包括像个视频，它直接全部给你一键生成好了，你只需要通过汇总里面的话去调节它的一些尺寸就可以了。就比如说它现在这边是做个组合嘛，组合的话你要前期在上面有个解组，因为你从这边导入进去之后，它是组合成一个块。就跟我们正常 CAD B 键组合是一样的，就是你点击所有之后，它有个叫解组的，你把它解组完之后，你就相当于可以在上面选择我们的单体柜去进行一个编辑了啊。比如说你要在颜色上的一个选择是吧？你就可以选择完之后，你就可以在上面去进行一个颜色上的一个更换了啊。包括一些其他一些款式的话，其实款式有很多，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儿童房的一个搭配，给到我们这边去做一些参考，包括一些选择啊。你们也可以通过这个K 魔方啊的形式的话，去快速的话去找到你想要的一些搭配，去进行一个编辑跟设计。那比如说这种下面主卧，上面睡人，然后这边有储物有楼梯间啊，这种规格的啊，飘窗柜这样一个组合的，如果你的户型刚好跟它匹配，其实你也可以一键带入到你的空间里面去，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能够达到快速的设计这样的一个效果了啊。看一下这种有常规的，也有这种组合的，有上下床的这种一个设计的一些款式啊。然后包括下面有个我们叫积木系列的也一样的是吧？一些衣柜的款式的话，也是可以给你到一些参考，包括书桌、书柜啊、衣柜组合啊这些产品。有些的话会做的比较跳跃一些啊，比如说这种，它可能会做一些这种一个组合的啊，书桌嵌到它的一个书柜里面去，然后做一些这种开放格、加灯带，然后衔接这样一个形式的。然后包括像这种，它就做一个什么书桌跟我们那个书柜、衣柜组合的这样一个形式啊，也是可以做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搭配啊，这样一个配色啊，包括一些比较童趣一些这种一个门板的一个款式选择啊，衣柜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搭配啊，是可以去给到我们这边去不同的一个参考跟设计的啊。你看，就比较跳跃起来，通过这种墙漆啊，然后这种导圆的形式去搭配这种整体的一个场景啊。
像还有这种话，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它有一些这种导源啊，大家可能有些不知道，哎，我怎么样去调用出来这个弧形的这种一个板件啊？因为像鹅绒房的话，一般的话，我们在前期操作的时候，其实都会做一些什么，就是做一些这种一个储物的一个柜子，然后方便我们去进行整体的一个搭配啊。那我可以给大家去看一下，就是一些弧形，我们怎么去添加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调出来一个我们的一个柜体，我就正常调用一个常规的三开门的一个柜体啊，然后高度我们选个1米540，我们随便选择一个单元立柜。如果你想要导源啊，或者你找不到相应的一个产品，其实是在我们这个特别是这种小洋房是吧？可能书桌啊、书桌的一个书角啊，其实都是需要导源的，对吧？那我们导源的时候可以去找到我们对应的一个产品系列，然后包括一些搭配系列去进行一个整体就有这种导源的一个效果啊。我们假设我们选择一个桌台柜、各装柜，我们选择常规的一个地柜啊。假设我们做一组常规的这种一个地柜啊，假设高度1.2米或1.3米左右，那这里的话，其实它这个位置是一个直角嘛，对吧？那直角，如果你想要做这种导圆，然后避免小孩磕到碰到的时候呢，是吧？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的话去找到我们的一个相应的封板，封板里面的话会有一个我们叫见光板，那进攻板里面的话，它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圆弧柱啊这些选项，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我们要给它加一个这种导圆这种一个效果，我们可以选择封板单元，然后有个见光板，有个圆弧封板。好，我们选中它，然后先看它深度，然后350、370，然后高度的话跟它做到一样1.2米高度。然后把这个圆弧柱是吧？然后跟它做个衔接，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厚度的话是60的，然后我们这个台面其实要做个左漂，就选择这个之后，然后它有个叫板材的延伸，就是台面左沿是吧？比如说我们左沿60，那左移完之后呢，然后点击选择组件，然后再选择我们台面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叫导源的，是吧？左前导源，因为这里边要导源嘛，左前导源，要导源50，看，它就是可以做成这种弧形的这种导源的一个效果，因为很多这种有小孩的这个客户，一般他都不希望我们的家具是这种带有直角的这种产品，它可能需要导源。那导源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加圆弧柱，然后加这种导源半径的形式，实现这种一个导源这样的一个效果啊，这样子就是会比较圆润一点，然后可以把材料的话选择我们相应的一个颜色就可以了。那可以跟柜身或者门板做一个颜色，然后台面这样延伸过来，这样一个搭配啊，这个就是导圆的一个效果啊。然后在右边的话，同样的话，在操作面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在定制里面找到我们的全部定制，然后找到我们的23封板单元啊，见光板。看你这里是选择一个左嘛，你切换镜像，它就变成右了，就可以选择这里，然后看尺寸啊，点击参数，然后350，这里的350话是不包含门板的，但是你这个圆弧柱的话，深度要包含门板，所以一般这个是特指是我们的一个不含门板尺寸，就是含门板其实它是从墙体到门板是370的啊，这个要注意一下，从墙体到门板是370，所以你这封板一样要改到370的尺寸。
然后高度的话可以跟它一样高，就是1.2米高度，就不含台面是1.2米。然后先把颜色改一下啊，然后选择这个柜子，然后参数设置，然后往下拉，这里有个台面延伸，然后左延伸60是吧？因为这个封板的尺寸是60，然后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点击选择组件，然后再选择我们这个台面板，然后再往下拉，然后你刚刚左边导了50嘛，是吧？右边再导50，然后这样子就形成一个圆弧的一个弧角。这样子的话，就是柜子看上去是吧？第一个有设计感，第二个就是满足了客户这种一个导圆的一个需求，就是加上这一组这样的一个圆弧柱的这个形式啊，圆弧柱的形式。但是要注意一下一点，就是这些颜色它可能是有一部分是适配的啊，可能有个12款的一个颜色，但是有一部分颜色是不适配的啊，这点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圆弧柱的一个选择上啊，可能会有一些不是说你门板的颜色，它圆弧柱颜色就是有的啊，所以你要跟它呼应上。就比如说你的这个圆弧柱要跟你的柜身板做个颜色，还是要跟门板做个颜色啊？你要去进行一个匹配啊，你可以跟门板做一个同色，或者跟柜身一个颜色也是没问题的。比如说现在这柜身颜色是金灯灰啊，你也可以在上面把它改成金灯灰的颜色，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柜身颜色跟门板颜色，但是颜色上的话选择可能就没有那么丰富啊，可能就是1、2、3、4、5、6、7、8、9、10、11、12、13、14、14款颜色，但是门板颜色的话可能会比我们的柜身颜色会更多一些。所以这个是导源啊，怎么去导源的一个选择啊，这个大家在前期做设计的时候，特别是一些这种进门的门厅位置啊，包括我们的一个就是电视柜也好啊，就是靠进入卧室门的门边的，还有一些像一些其他的一些这种带有这种直角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这个去快速的去导源啊，就是做成一些导圆半径，然后就是不是那种一个直角的一个形式了啊。然后还有一些话就是更厚一些这种一个弧形板的话，因为刚刚前面看到的话，这个是60mm 的，就是6公分的一个尺寸的，然后还有个是120的一个规格的，就是款式有很多种选择，大家在挑选跟搭配的时候要去注意一下啊，你是选择多厚的一个规格的啊？一般的话6公分就可以了，是吧？有些也会选择102mm 的一个规格尺寸的。这个是在儿童房设计的时候要注意一些细节点，就是在导圆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小孩啊，特别是那种卧房的一个角落里面的时候，特别是刚刚我们在这边看到的一个，特别在这边看到的时候，有些像这种书桌也好，是吧，或书柜好，它是有带直角的时候，是吧？其实这里其实是需要导圆的啊，比如说看这个位置，是吧？你可以把尺寸缩小一点，然后去做一个导圆。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你右边可以靠墙可以不需要导圆是吧？但你左边肯定是需要的是吧？左边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下，比如说我们要导个60啊，然后这个位置就是减小6公分出来，然后把它减小6公分出来，然后我们在这里的话添加我们的一个圆弧柱啊，先看尺寸深度啊，370、200是吧？370200。然后有快速选择的话，就选择这里，然后往上拉，然后颜色的话就可以选择跟它一个颜色啊，定位。然后加上圆弧柱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台面往左边延伸嘛，是吧？然后参数这里选择台面向左延伸60是吧？60刚刚啊。延伸完之后是吧？然后再选择组件，注意一下选择组件，然后点击台面这里，然后往下拉，左边导个圆，导个50，好，
这样子就是你这边就是加上员工就在导员了，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跟上面是呼应得到的，对吧？一个小导员就避免是直角的，就是直接就是容易磕到风道的一个尖角这个位置。然后这个就是儿童房的设计一些规范跟一些注意事项吧，包括一些软件上一个选择吧，所以看一下最终的话后面大家对我今天所讲的所有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包括刚刚的一些练习的话，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尽快完成，然后发到各自的一个WeChat 的一个群里，然后让我们知道，然后我们也可以给大家一些点评，然后包括一些就是设计的一些注意事项，然后方便大家后续设计的时候的话，避免出现同样的一个错误，好吧？然后今天的内容的话，因为主要是涉及到一些儿童房跟榻榻米衣柜的一个选择，包括我们衣柜里面怎么样去选择我们相应的一些五金件的一个产品去进行搭配，包括灯，然后包括一些这种五金的一些抽屉的一些产品。然后后续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及时沟通因为从2点开始到6点，包括刚刚给大家做练习的30分钟，也差不多2个小时了。然后的话，那我们今天的培训内容就到这里。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大家可以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然后也可以对今天的一个培训的课程去做一个反馈一些问卷也方便我们后续能够更多的了解到大家的一些需求，然后方便后续的话，我们一些同事做一些培训的时候，能够满足到大家一些这种对于我们软件好啊，对于产品也好啊，一些这种设计的一些规则，然后一些这种规范，以及后面如何去操作，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些指导意见给到大家吧，一些建议吧，好吧？大家可以就是会后的话去长按这个二维码去识别一下我们这个啊，然后的话大家最终的话没有什么问题最终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就扣个8，好吧？那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所有培训的一些内容没有问题，大家扣个8，看一下还有谁在我们的会议里面好，看到了，看到了。好的，好，好，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辛苦。然后从今天早上北京时间的9点，然后陪我们到6点多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能到我们的一个 WeChat 群，然后直接去提问我们看到的话我们也会去给大家去回复的然后我是 Gary。然后大家有我的话，也可以叫我的一个 WeChat 的一个微信号那些信息大家看到了，我们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然后也希望大家在之后的设计路上的话，能更好的使用到我们的一些比较好的工具，然后能够用到我们的整个接待客户的一个设计里面，然后以后提高大家的一些效率，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结束了那大家记得问卷这块的话去填写一下。好，那感谢大家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内容就结束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嗯。